Oh my god， deep faking， 有很多人就是把我的脸，然后放进去那种成人片，就是有人发我嘛，就是 Is this you？ 然后我点进去看一下 ，Is this me？Hello， 欢迎收看 Gen Z Decode， 我是 Sing， 我是 Celeste， 我是 Ruru， 我是 Cadence。社交媒体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但是它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危害呢？所以今天我们要聊 social media toxicity。所以在我们的调查中，大概88%的年轻人都觉得社交媒体带来的网络危害非常的普遍。88%，这42%是 the ones that bully 的。确实。所以在我们的调查中呢，其实遇到最多网络危害的行为是负面评论、辱骂你和攻击你的外貌和风格啦。你们应该有遇到很多负面评论吧？每天吧。会那种人家无缘无故 You're ugly， 我欠你什么？我欠你多少钱？你快说，我可以还你。他们就是仗着在网络上就壮胆吧。你第一次遇到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How dare you！ 以前就会很生气，然后又很伤心，然后又很生气，然后又很伤心，这样子所以心情就很不稳定。可是我是个很 objective 的人，如果他们讲有担心 shit right， I would take it as a hate comment。But 如果他们讲 right 有担心，这个可以进步，这个不太好，我会觉得是个很好的留言，因为我可以进步。如果有道理，我会接受那个道理，然后进步。哇，你很 mature 嘞。Yeah, of course. But they're gonna like yeah. No, there was one time 一个人问我 like, do you only have one set of clothes? Then 我觉得 like, okay, actually it does make sense， 因为我每次去 shoot 是穿同样的东西。Look at me now. 你换买了新衣服。Because of the hate comment, I am not a fashionable fashionista。可是我最不能接受的是说我没有家教，可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父母教的 OK， 可是他们就是不懂，就是说哦你没有爸爸，你没有妈妈这种东西，我最讨厌听到这种留言，我觉得他这样子说他才没家教，你知道吗？你们红之前有遇过 hate comments 吗？ I used to be a hater myself, honestly. Like, I'm gonna be out here and say it. In 中学 everyone's a hater in 中学。Like, 因为你知道 Ask FM 之前 right？ 所以我开一个 Ask FM 户口 ，then I thought like people ask me spicy questions, you know？ 没有人 ，no one leave me a single freaking comment. So I was like, you know what？ 你知道 what？ 我会发自己 hate comment。Yeah， 所以我自己 like ask 我自己 like hate comment like why so annoying？ then 我会 like 假装我是个 victim online，cause I needed some drama in my life。他自导自演。Yeah, but it was so interesting. I was like creating content already, but that was when I was unmedicated, undiagnosed. So forgive me. 那你讲之前是你有被 cyberbully 过是吗？那它是怎么开始的？我的是之前中学的时候，就我13岁的时候，所以当时就是我很想加入这群朋友圈，对，然后就开始跟他们一起吃饭之类的。但是他们表面上都对我很好，但是其实他们在他们的 spam account 上面就开始攻击我。比如说我跟这个男生走得很近，他们就会说she's just trying to flirt with him， 在 act cute, act pretty, trying to get attention。跟我 Instagram post 了一个照片，然后他们就会去screenshot 下来，然后放到他们的 spam account 里面，然后开始攻击我的账号。对，你觉得算是 cyberbully 吗？对，因为他之后发酵了，就变成大家会骂那种like go die。我觉得这个是最让我难过的一个 comment。因为当时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就很多这种声音会一直告诉你说，like you don't deserve to live anymore， 就大家都不喜欢你。对，我当时panic attack 真的很严重，就那种没有办法喘过气，对，没有办法呼吸，然后也有开始就是自残，就持续了几年，直到后来去看心理医生，然后去辅导之后才更好。因为我们的调查当中就是有大概18%的人认为，就是社交媒体的其中一个网络危害是 doxing， 也就是泄露个人隐私。其实是有一个算是被跟踪吧，然后之后他有把我的电话号码就是放在网络上，也有到就是警察的那一种阶段，就是报警。可是他为什么会有人的号码？对啊，他怎么找到的？可能是 That's why I say 最会 dox 的人不是黑粉，而是可能是认识你的人。我有收过 death threats， 那个人把信放在我家的 letterbox 里面，知道 unit number 的话，这个确实是一个很荒唐的一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很紧张，然后每天就很紧张，然后每天就想崩溃。你的地址被泄露过的时候，有人来骚扰你？有一个人走过我家，然后拍照。This is your home? I saw that no one is at home. Oh my god. Your housemate is out now. Are you alone at home? You serial killer vibes.
有那个确实很恐怖，也是报警。但是我觉得新加坡会比较多，比较普遍，对吗？你可以发一个墙壁人家也知道，我知道在哪里。This is at Temasek Holding， this is at TPH， 他们会知道在哪里的。因为我住 HDB 嘛，所以当我搭电梯的时候，对吗？有些人会来问我拍 picture everything。如果他在我的 block 啦，我会讲 I will gaslight them and say that I'm not Canadians。Like I will gaslight， 我已经 gaslight 很多人过了。If anywhere 在我的地区 right 1 kilometer radius right， 什么人问我是 Canadian， 我讲 no，they be like Oh my God， you Canadian？ I'm like No， I might get that a lot though， but I think he's better looking like than me though。I think it's him。其实我们的调查当中，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可能会遇到的行为，就是有大概16%的人认为是朋友联合在网上针对你。我觉得说朋友他们说你，别人就会相信你，他们觉得说他认识你，所以他一定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他们更容易就是造你的谣。其实整个事件持续了大概有1年多2年。因为他就逐渐的发酵，本来是这群朋友，但是他们也认识其他班的朋友，所以就开始其他班的朋友从他们的故事中认识我。Okay, drop their names now. Sorry. I mean, I always tell this advice is that 如果你要在这生活上活得好一点的话，就是脸皮长厚一点吧。真的，你给我就直接骂回去了。那其实我们也上街采访了一些长辈们，所以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对社交媒体带来的危害有什么看法。OK， 你会觉得现在的 social media 很 toxic 吗？对，有很多负面的show off 啊，炫耀你的家产啊什么。社交媒体本身没有错，可是你怎么样去 consume， 还有你自己有没有对跟错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啦。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那个看法，不需要骂别人啊。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这样？因为很多人没事情做啊，keyboard warrior 很多。如果你的孩子被网络霸凌的话，你会选择怎么做呢？我不会选择怎么做，其实因为我的孩子已经不是很小了，所以他们应该要自己处理这个事情，不用妈妈什么东西都帮你出嘛。应该是报警，我不能做什么，只有报警，让警察去调查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解决不到的嘛。I'm sorry, uncle, if you're watching this， 我真的很抱歉。为什么 showing off 是一个霸凌，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Not really 霸凌 is more like toxic。 ？Toxic？ 为什么会 toxic？ 你看不见你 ，This is to me is the problem is that 你看不得别人好吗？你在别人好的话，给我的感觉是，哇，我要更努力，我会更有 motivation， 我会更想要把自己变得更好。我觉得那一句话有点触到我的敏感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我身边的话 ，they want to celebrate for you，they want to post it for you。It's like 我做了那么一件大事，然后你的朋友发你的朋友在鼓励你，然后却被别人看成你在炫耀。那不是我在炫耀，我真的很努力了。How I planned this for 4 months， and 你只看到我在 I mean 对，在台上2分钟 ，you know。我阿嬷跟我讲以前来，当一个事情发生来，整个村会知道 in less than a day。In less than 他们会八卦，gossip，你知道你知道。现在我们不是这样了，可是我们把这个 behavior 带去网上了，所以不是说网上是 toxic， 是我们以前会做的东西，现在做在网上。我们会 gossip 的东西带去网上，我们会批评的东西会带去网上，我们会炫耀的东西 in real life。因为在村里面，以前他们会讲，哦，你看我的鸡，你看我的老婆，你看我的家，他们会把他们的家放到很完美，对吗？现在全部的东西会带去网上 ，so it's like the same behavior, human behavior is now online。Yeah， 我觉得 on top of what he said, it's like 以前只有一只鸡，现在你看到1000个人看，他们都有鸡耶。Like， 为什么我没有 chicken？ Then again, why is the mindset is 为什么他有 chicken， 而不是我也要去努力搞一个 chicken， 对不对？不要那么负面啦。我刚刚也是听到一个阿姨说，就是不要什么事情都找妈妈帮你出马。我要妈咪。我做这一行的话，我妈妈真的确实给我很多鼓励，所以我觉得 you can still be there for them。因为网络这种欺凌上是 a lot is mental， 然后这些东西如果你不跟你说的话，跟谁说，对不对？所以don't cancel that out of your checklist with your kid。所以你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其实你有跟你的父母讲吗？我没有跟我父母讲，因为我觉得他们不会理解我，而且可能还会骂我，就是说为什么不专心读书。其实之前他们就可能会一直不相信，就是说可以这么严重。就有段时间
我真的1个月没有踏出我的家门，就真的是在家就是哭啊，就是因为那件事情过后，然后我父母才说哦，可能他真的是需要去看心理医生。不是说他们不懂我们会被 affected by 这些社交媒体的留言，是他们的年代 they in general don't like to process， 不会面对自己的情感。对，所以他看到我们散写的时候，他们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like oh just like deal with Suck it it up. correct。那你 Celeste 你会同意他们说的那种 toxic 的 behavior 吗？我觉得现在真的很多 keyboard warrior， 可能有些这些人自己也是自卑或者怎么样，他们就很想要找一个地方去 project 他们自己的 insecurity。对，就我有听说过，就是一个 study， 他们说可能就是其实是他们在 feeling ugly， 他就不要自己一个人感觉到那一个感觉，所以他一定要这一个人来感觉到为什么我那么丑，你也很丑。我可以同意这个，对，我可以承认，我可以了解为什么人家 leave like hate comments on my videos， 因为我14岁的时候，我也是做过 hater，but it came from a place of when I was very very hurt and I was very negative too。我长大的时候，我有被欺负过，所以我那段时间真的是里面很辛苦 ，I was feeling very bitter。这些留言我留的，对吗 ？It's not personal。It's just because 我看到一个人开心，我不开心 ，I want to drag them down. Like that was my mindset back then. 因为我真的是很辛苦，所以我知道这些人他们给这些留言的时候，对吗？这些批评真的是从他们自己不开心的地方。因为 I have been there before and I know how it feels. So 我不是讲我 excusing them, but I can understand why they do it. 有时候人家看到这一个人留言下有一个不好的负面的一个留言的话，他们也。I mean like 他都已经有一个了，我可以做第二个，所以 like do a hate train 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情。That's why in Singapore cancel culture is so big， 因为人家一有机会就想把你拖下水，是一个不好的行为，该死。那你们觉得就是社交媒体最 toxic 的是什么？Oh my god， deep faking。I love AI，I love tech。Let me say that first。但是有很多人拿那个来做坏事，所以我就觉得很烦 ，you know？It's like What's the 坏事 bro？ What's the 坏事？有很多人就是把我的脸。然后放进去那种成人片，不然就是人家照片更容易，而且我有看过，就是有人发我嘛，就是 Is this you？ 然后我点进去看一下 ，Is this me？ 可是不是我。所以以后如果 I cannot make it for this shoot， can I just ask for a stand-in and then you all deepfake my face？ Actually， 现在坐着的不是他。那社交媒体上那些负面的行为，对你们有没有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哇，因为刚好那件事情结束后，就是我中3、中4的那段时间，然后因为要考 O levels， 其实很多时候就一直在 take MC， 就不想上学。直到 O levels 的时候，我也得自己一个人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面考试，因为我没有办法去面对其他人。那个学校就是给你一个自己的一个地方来考试，那个确实是我觉得学校真棒，他们有帮你。你觉得你可以原谅之前欺负你的人吗？我觉得我已经原谅了，因为当时大家都很小，所以其实他们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和影响。可是你觉得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你现在没有那么愿意把自己放在网上吗？其实也不会，因为有段时间我也有开始多拍一点照片，然后发在网上。其实那也有让我有一点找回自己的自信。As you should, Queen. As you should. 那你们觉得应该如何应对这些社交媒体上的很多负面的网络危害？我觉得 acceptance is a large key。你要接受你怎样尽力，你是永远不会变成最美、最棒、最聪明、最有钱、最什么、最高、最瘦的人。可是你是你。If you put yourself online， 你把自己放在网上，你不可以跟别人对比。我觉得要有更好的心态面对社交平台，就是人家好的话，你也不要去针对他，人家过得好就关你屁事，你知道吗？对年纪小一点人的观众吧，就是不要太在意，因为时间会淡化一切，确实。I think 真的可以跟你的父母和你的朋友讲，就我觉得自己一个人面对真的很困难，所以要有别人来帮助你，就不要害怕别人会怎么去看你。之前有听过一句话，就希望别人也可以就是夸赞的那种话，你可以脱口而出，可是你要诋毁一个人之前，你要先三思。
我觉得社交媒体确实有很黑暗的一面，可能我们在不经意中就是随便讲人家的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别人就是心里一辈子的阴影啦。所以就希望大家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呢，能更加负责任，然后让我们一起创造更好的网络环境。那感谢大家的收看，喜欢我们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